哈，这里是菜鸟老田。星空是一个成功的游戏，成功就成功在大多数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甚至忘记了它还有一个 DLC 破碎空间。当然，我一般情况下不会乱说。感谢陶德叔叔，让我这几天一直在获得稀有成就。因为只要你进入了这款 DLC， 你就是那2.7%的一份子。而如果你通关了 DLC， 那恭喜你，你就是那1%。当然，这也是这个 DLC 的优势，因为如果一个主线流程就只有4个小时，还不如本体4大支线的东西能卖116块。那我相信现在的好评率绝对不会只是多半差评，说明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幸运的是，我1年前买的是典藏版，所以我必须得品鉴这个 DLC， 不然我将会血亏100多。如果加上本体的话，那我可能真的要亏出血了。而且更幸运的是，由于我1年前通了游戏，没进2周目，我不知道能不能在1周目就进 DLC， 所以我还是直接开启了2周目。好消息是，我有了一架看起来很高科技的飞船。坏消息是，我的枪、房、船、女人全没了，甚至还花了1小时做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支线任务，再次好好的体验了一下陶德叔叔的太空世界的一小部分。不然我手里只有一把莫名其妙出现的只有4发子弹的榴弹炮。要进入这个 DLC， 你需要先完成一小步任务。由于我已经被陶德叔叔的太空世界深深吸引，所以我选择直接跳过，然后前往天降2。这时候你就能发现一个太空站，千万别记住，千万别直接开飞船过去。由于 B 社有着十分真实的物理引擎，一旦你的飞船长得过于奇形怪状，就有可能被太空站神奇的碰撞体积慢慢磨损致死。和一般的太空站不一样，你必须得按 E 才能打开交互界面进行对接，你将会遇见一堆可以被枪械杀死的神奇太空鬼魂。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完成这里的任务就能到达瓦鲁家族所在的领地。这时候你肯定想问我，什么是瓦鲁家族？这真是个好问题。陶德叔叔真的十分信任玩家的记忆力，他觉得玩家一定可以在1年后突然想起一个只在本体里露过几面的边缘势力。那么这个势力有什么特点呢？那可是相当的有特点，你绝对不会相信，当人类已经可以实现太空旅行的时候，还会有一群魔怔人会一边用着太空旅行的技术，一边相信蛇神的存在。这时我突然醍醐灌顶，原来我们陶德叔叔心心念念的 NASA 朋克就是太空歌剧。证据就是，当你刚进入这个家族的城市时，你需要完成一个仪式，而这个仪式的场景如果没有拐角的扫把，我会真的认为我穿越到了老滚6里。当然，这根神棍也是很有趣的，你会在广场被强塞一个支线任务。如果你没玩过星空，我必须要解释一下，这个游戏的支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自动塞到你的列表里的，所以这不是 bug， 这叫游戏特性。一对兄弟正在争吵，并且打算决斗，原因是弟弟喜欢偷东西卖钱，而他有一天十分不小心的差点卖掉他妈的骨灰。我没有骂人，可能这根神棍并不觉得这种事情比较忌讳，所以这位大孝子十分理直气壮的让你当他的助手。如果他获得了胜利，那么可以分你1半遗产。而一位类似主管的女士十分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她会给你2份镇定剂，让你偷偷的放到他们决斗仪式的饮料里。这时候 B 社的任务设计水平突然正常了，你可以给弟弟下药，也可以给哥哥下药，甚至可以选择给2边都下药，或者都不下药。于是我给弟弟下了镇定剂，然后看着他被自己的哥哥好好的爱了一遍。当然，这种结果大家都不会很高兴，所以我拿出了我的霰弹枪，和他们讲了一下道理，之后又读了一下档。果然，想要大家都满意，还得是经典的包饺子结局，兄弟和解，唯一受伤的只有他们妈妈的骨灰。这样的任务设计让我突然对这个 DLC 的质量突然好奇了起来，然后我就接到了给一个科学家在 DLC 的无缝地图里到3个地方找动物尸体，而找完这3个尸体，你还要帮他找3个植物标本的任务，真的好险，差点就对他们产生了点好印象。这个任务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诉你，我们给游戏做了一个地图，虽然不能标入境点，虽然有点像是直接告诉玩家我们地图其实很空，但是你最好接受，并且希望玩家去体验一下他们的载具，否则你有可能会在这个很空的地图里浪费自己的人生。除非玩家特别喜欢跑几分钟就会缺氧，或者可以发挥纯真的想象力，自行脑补点故事来自行感动，那你最好就回到亚特兰蒂斯城，在他们精心设计的看似能选择但其实只有1页的载具购买界面，花个2万多块买一辆手感很玩具的玩具车，我保证绝对物超所值。这车能加速，能飞，能在城里边驾驶边欣赏仓皇逃窜的路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 NPC 突然想下车，他们并不会提前告诉你，而是会自行跳车并被你刮伤，从而开始一场毫无意义的战斗。至于其他支线我也毫无兴趣，因为这群 NPC 一个个都档期有限，所以希望在和你对话的时候详细描述自己的人生。但是我对一堆站桩充气娃娃的人生完全不在乎，所以我又花了近1个小时跑遍了几个主城的商店，买了一堆原材料，把收集到的武器全部都改了一遍。后面证明这毫无意义，因为你只需要一把看似十分平平无奇的双管霰弹枪，马车
车夫，然后把子弹改成蜂巢弹，这样你就能用着最廉价的子弹开启最狂暴的杀戮，简直就和这个游戏的 build 系统一样简单。但至少我能开始主线了，那是真的很致敬传奇游戏《死亡搁浅》。这群科学神棍魔怔人自己做了一个仪式，发生了实验事故，炸掉了半个城市。如果你玩了 DLC 但不知道这件事，那很正常，因为他们把这个内容做到了预告片里。然后瓦鲁家族已经变成太空鬼魂的领导者，时不时就会突然出现，当然就需要你这个传奇跑腿工具人为他们调查。不过由于经典3大中世纪式家族内斗，导致调查工作难以展开，那怎么办呢？你继续跑腿，帮一个看似攻其实是受的黑人兄弟干掉自己的儿子，去水坝里找到最终任务道具，然后杀死里面的不死太空鬼魂，再去救一群被抓走的人质，顺便杀光抓他们的人。事实证明，即使到了太空时代，工具人杀手也是一个救援前景很优秀的职业。你能得到什么呢？你能让一个不怎么相信神学的科学家开始相信神学，尽管他依然采用了最科学的方式帮你打开了最终关卡的入口。但是剧本逻辑确实是这样的，你要进入一个叫制比堡垒的网红风研究设施，找到太空鬼魂领导者的实验室，并且发现这货十分希望利用这群可以闪现的太空鬼魂开始圣战，血洗宇宙。原来我跑了半天救的竟然是一个战犯。还好毕设这群人虽然做的游戏跟不上时代，但是多少给了你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不帮他。于是我们的战犯先生十分机智的散播了消息，吸引了狂徒，整个设施里开始了一场3方大战。我十分感谢他，因为他的举动让我直接刷满了用爆炸杀死100个人的升级任务。后面就真的很 COD， 把他们一气炸了，然后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3大家族的人最后找到了你，希望你可以推举他们其中一个家族作为新的领导者。为了有趣，我选择了最刻薄也是最符合我心态的选项，他们竟然立刻翻脸要驱逐我，并且之后与我彻底敌对。于是我掏出了我的马车夫。而就算你选择了其中一位家族，这群货竟然还是想要发起圣战来血洗宇宙。我真的不后悔我刚才的所作所为，但一切都无所谓了，因为这个 DLC 已经结束了，我应该大概也不需要再玩一遍了。那么该和解了。所以1年后的星空是个好游戏嘛？那要看和谁比了。若和辐射4比的话，那么当你用一款23年的游戏和一款16年的游戏做比较的时候，它已经输麻了。这个 DLC 也就是一个大型支线的水平。如果你还觉得这个游戏有救的话，我相信这2.7%的游玩率应该足够让你放弃希望了。所以我要给它10个0堪作为最终评分，用来纪念我觉得最好的任务设计。因为当一个搅屎棍是真的很有趣。那么这一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